朋友们，这是一期存货视频。去年的圣诞节刚好赶上北京大风降温，所以我们决定去上海过圣诞。一下飞机就发现，这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怎么说呢？如果北京的大风降温是纯物理性攻击，那上海的湿冷就是化学攻击。厚实的羽绒服此刻都失效了。下车这短短几分钟，我感觉血液都要结霜了。赶紧钻进屋子，刚坐下，工作人员就送上了2杯热红酒，大口喝了半杯，终于暖和过来了。可以好好看看这个大堂，或者看起来更像个会客厅。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摆件都是主人绝佳品味的展示，老有腔调了。如果你想找个特别的地方过节过纪念日，那这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客厅的隔壁就是图书馆，也是每一家嘉佩乐酒店的标配。同样精致的老洋房风格，摆满了各类藏书和报刊，挑上一本好书，窝在窗边暖暖的阳光中，好像还缺点什么，一杯好茶，或者再来点美味的小蛋糕。是的，这里不仅是个图书馆，还是行政酒廊。每天下午2点到5点都会提供下午茶，出自嘉佩乐面包房之手的各种小甜点，搭配精致的茶具，千万不要错过。等到夜幕降临，昏暗的灯光让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私家鸡尾酒会。简单转了一圈，管家就来通知我们房间准备好了。作为城市酒店，这里没有山，没有海，也没有偌大的庭院。但在上海市中心众多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建筑中，酒店所拥有的这55栋原版石库门小洋楼就是最稀有的珍品。走在这里，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张爱玲笔下的那个上海。小小的洋式石库门象堂房子，一长排都是一个样，墙头露出夹竹桃，正开着花。打开厚重的漆黑木门，里面的天井虽小，也可以算得是个花园。房间是新中式的装修风格，有110平，整体对称的格局使得整个房间散发着平衡典雅的美感。淡孔雀蓝色的沙发，鹅黄色的法式墙板，深色木纹的人字拼接地板，充满高级感的配色看起来赏心悦目。能感受到每一件家具装饰品都是精心挑选的艺术品，搭配在一起就一个感觉，优雅永不过时。整个客房一共有4层，既维持了老洋房原有的房间格局，又尽可能地兼顾了现代生活的便利。1层是庭院、会客厅、客位，2层是影音室，这个设计还挺有趣的。更有趣的是，软榻正中放置了大白兔奶糖和连环画小册子。迷你吧里塞满了各种酒水、饮料和小零食，全部都是免费的。继续上楼，3层是卧室，装修风格和配色跟客厅一脉相承。虽然面积不大，但挑高和采光非常棒，所以完全不会感觉到压抑。书桌后面的推拉门打开，还有个化妆间和衣帽间，非常实用。继续上楼，4层是主卫。坦白说，这个设计对于经常起夜的我来说并不友好，但也算是石库门建筑的一个特色吧。因为当时租界的地价实在昂贵，所以房地产商们都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我想住在这里的一些小小的不便，也算是一种原汁原味的独特体验吧。但其实呢，到目前为止的房间布局已经是设计师尽可能的考虑了现代生活习惯之后的改良版本。接下来通往阁楼的木质楼梯才是完整的保留了石库门原本狭小的建筑特点。又窄又陡的楼梯，只能侧着身仰着头，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穿过这扇仅容1人通行的小门，豁然开朗。不出意外，我这辈子应该没机会在上海市中心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小洋楼了。所以借着住酒店的机会，短暂的体验一下住在这里的感觉，真是不错。
除了稀缺的位置、独特的居住体验，优秀的餐厅也是一家好酒店必备的元素。这家酒店拥有一家黑珍珠2钻的法餐厅和一间名气很大的面包房。说实话，我最早知道这家酒店就是从这个面包房开始的。毕竟相比于一晚昂贵的房费来说，法棍和可颂的价格还是很好入手的。对面的法餐厅装修也非常好看，设计风格和酒店保持一致，复古的方砖地板，墙上挂着老上海、旧巴黎的黑白照片，设计师是在复刻巴黎上世纪的沙龙风格。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来吃饭的，因为这里的晚餐人均价格确实有点超标了，所以我们把这间餐厅留到明天的早餐和午餐再来品鉴。不过酒店的每一位住客都可以在傍晚时分来这里品尝一款特调鸡尾酒和小吃。昏暗的灯光里小酌一杯，很快就会有微醺的感觉了呢。回去的路上，管家已经把外卖送到房间了。吃完饭窝在影音室里，挑个电影，再来上2杯好茶，充实的一天完美收官。早上好，早餐还是在酒店的法餐厅，全部是单点的形式。说实话，菜品的味道我已经记不清了，毕竟都过去1年了。但餐桌的布置、菜品的摆盘，那份精致优雅，到现在依然印象深刻。这套花鸟蝴蝶的餐具真的太好看了，果然好看的东西都不便宜呢。吃完早餐，我们需要出去溜一溜消消神儿，因为咱们今天还有100美刀的消费额度，打算用来体验一下这里的午餐。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太多了，太阳出来了，可怕的湿冷也被一扫而空。阳光静静地洒在这片马头墙红砖老洋房上。查资料的时候有句话我特别喜欢：石库门盛开在流年里的烟火。谁又能想到这些现在看起来美好又浪漫的建筑，竟然诞生在一片战火硝烟之中呢？1843年上海开埠，英美法等列强相继在上海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租界。上海城区内部逐渐出现了2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租界和华界。19世纪50、60年代的2次农民起义、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运动，又打破了这种华洋分居的局面。为了躲避战火，上海城内的官商，甚至江浙一带的大量富商官绅，纷纷举家迁入租界。大量的外来人口让租界里的房子供不应求，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商机呀。那个时候做房地产生意的利润到底有多大呢？咱也不知道，但足以让洋行们原有的鸦片业务都不香了。所有人都把自己能筹到的资金全部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盖房子运动中。因为这些房子位于租界，所以按租界当局的要求，房子必须建成西式砖墙结构的联排建筑。但又因为这些房子主要是租售给本地以及江浙一带的华人，所以建筑也融入了江南四合院的布局特色，房内房外的装饰也参考了很多江南民居的传统样式，比如徽派建筑的马头墙、清水砖墙、10条门框、漆黑大门等等，这些华人更喜欢的建筑元素。就这样，石库门这种中西结合的特殊建筑风格应运而生。简单逛了一圈，就到了预约的午饭时间。餐厅中午是有优惠的商务套餐的，再叠加我们100美刀的消费额度，就很划算了。其实剪这期视频的时候，我一直在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啊！年初度假酒店合集之后，就有朋友问会不会给这家酒店单独出一期视频。我当时的回答是有空就做，没想到转眼又是1年的圣诞季。其实最近1年对我们来说也是充满变化的1年，受经济环境和行业周期的影响，我们的职业发展也必须做更多新的尝试。
同时家庭生活呢也将迎来很大的变化，是惊喜也是挑战。面对未来众多的不确定性，有点焦虑也算正常吧。但我也一直觉得每一代人都会有每一代人的机遇，虽然有些事情现在可能还看不清楚，但路不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吗？所以保持思考，多做一些尝试总没错。越是特殊的时候，越要保持一个好心态，即使这个冬天特别寒冷，也要乐观地期待下一个春天呀。好啦，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2025年见。